果有性爱的问题都可以问我。好需要，差一点叫救护车。怎么会偷偷叫救护车？最激动的时候，他去了 Paradise， 他升天了，他就中了一个草莓，我就在这边刺了一个青。我觉得 Joyce 把这一集整个变得很清纯。拉回来。我从来没有约炮过，为什么现在要听我说？听我说，这些约炮的经验，我真的傻笑都没有做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瓦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优。拉里拉扎玩的累，哇，来到我们第4集，哇，重头戏，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性爱的荒谬有趣事件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很期待，想必大家的经验应该也算是蛮多的，对，想要听听看到底有多荒谬。对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静心静，你们可以叫我静就好了。那我是双子座 AB 型，如果有性爱的问题都可以问我。好需要，不要麻烦大师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 Q 曾彩希，你们也可以叫我阿 Q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不要来找他。大家好，我是 Joyce， 今年21岁，台中人，巨蟹座，母胎单。欢迎。OK， 感觉等一下有很多可以聊的。对，有很多火花，那就只要稍微笔记一下，以后用得到。对，好，那第一件事我们来聊一下，这是传说啦，女之间可以做爱到天荒地老，而且高潮次数很多吗？那其实也有这个研究统计说，女生跟女生啊，1个月高潮次数可以达到55次。哇，非常 unbelievable， 55次哎！但是这个事情是男生跟女生做爱在1个月可能做爱频率高，然后男生跟女生可能1个月15次好，那女可能10次，但是女生的高潮次数就是比较高。对，那不知道你们认同这句话吗？完全认同，完全认同，全都是圈圈。对，因为圈圈，因为我的朋友，他虽然很喜欢，他是异性恋，他很喜欢约炮，但是我有一次认真问他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也是每一次都有高潮，但是他说大部分都是男生，90%都是只有男生高潮，他可能20次才有1次有到高潮，我才吓一跳，我想说，异性恋原来是这样子，那这20次只有1次高潮，所以他每一次约炮都是期待那一次。我就觉得奇怪，那为什么可能他享受那个过程啊？对，抽插感这样子。对，应该可以聊吧，这个用词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在跟男生做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比较不容易，就是在乎女生感受，在乎女生的感受，很难找到那个点。但在跟女生做的时候，真的比较容易，因为他们就是很懂得前戏啊、情境啊、铺陈这样子，你就会很享受在里面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们的目标就是，我觉得女同志的目标都是双方都要一样，开心，达到高潮。没错。但是男女是没有这个概念的，真的，就一个先高潮，一个都先躺了，这样子就结束了，一个高潮就结束了，所以他都很希望那个男生晚一点射。我算是没有经验嘛，没有经验，但是呢，我是有听过别人的故事。我觉得啊，女生应该还是比较理解女生的身体，毕竟身体构造一样，你知道怎么取悦自己，你才知道怎么取悦就是另外一半嘛。但我之前是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女的情侣，这样，今天是这个 A 女生的 A、B 在一起 ，A 女生她生日31岁生日，然后 B 就讲说，我今天生日我要送你31次高潮当做生日，一个晚上要给他31次。给他催泪，对，没错，他说送你31次高潮当生日礼物。那后来就是他们到了大概第20次的时候，2个人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但是 B 就是还是很坚持 ，B 就是不行，我们要说到做到。然后最后他们就是用一些玩具，最后还是达成了这个31次哇，没错，他隔天还有办法走路啊？对啊，这个会出事呗。那俊跟阿 K， 我今年33年，33。那有一天最高几次高？我觉得我们没有在追求那个次数吗？阿 K 好像想追求，阿 K 好像想追求我觉得那个有时候太多反而也会不舒服。像我听到那个31次，我就全身不舒服，突然觉得痛痛的。这个不用强求，可以送实际一点的。那下一个我们来聊聊，有没有你们就是那种性爱时发生的荒谬的故事？那我们的荒唐事超多的，你要不要先讲？你说哪一个？这么多一个。讲那一次最夸张的，差一点叫救护车。救护车！怎么会偷偷叫救护车？哇，就拽呀。
然后拽比较久一点，但是中间我好像有一点不见了。我怎么？你去哪里最了？激动的时候，他去了 Paradise，他居然不见了，他升天了！他真的升天了，真的真正的升天。然后我就阿 K，然后好几秒，8秒、9秒，哇，然后他就这样子回来，你说他袭警？啊，他的 amazing，你怎么做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有，你就这么干，我真的 Amazing 有的，但是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可以开线上课吗？真的，我真的是，然后那时候他还说，他每一次他都说可不可以再达到那个境界，但那个境界有一点点难。哦，跟各位分享我他的第一次吗？我的性爱经验，对第一个性爱经验。好，那一年我在阿姆斯特丹，我在独旅，就我自己一个人去玩。然后那时候我20岁生日，我就觉得我想要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。 20次高潮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嘛，他们有一个那种 sex show， 就是性爱的那种秀，然后就是会有表演者在台上发生关系，然后那个台子会这样子360度转，每个角度都看到，那个超刺激他还会对着音乐，哦，对，啪啪啪，对，打拍子。对，真的非常厉害。然后那时候就买一张票，就坐在第一排。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你第一次去就坐第一排，对，哎，你也是变态哎，超变态的。钱花一样的，干嘛不坐前面？你知道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坐在3楼，因为阿 K 不敢，然后我们越坐越下面，越坐要12个秀，我们最后坐在前5排，因为阿 K 一开始很害羞，后来他就说我们在前面很投入我们在前面。我们可以上台吗？开始不想看到生殖器官，后来越看清楚越好。对啊，这前排看得比较清楚这。真的很近哎。真的，我那时候就坐在第一排的最前面的，可能就是真的很 C 位。OK，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嘛。我还记得他们有每个人发一个棒棒糖，然后那个棒棒糖就是懒趴形状这样子，然后每个人在那边吃那个棒棒糖。然后后来我就坐在那第一排，然后后来有一个脱衣舞者，他就跟观众互动这样，然后就开始就宽衣解带，他就是第3排互动，第5排互动，然后他就走到我面前，他身上已经没有衣服了，但是他正中间就连着一个东西。哦，对哪个正中间？最下面，然后他就坐在地板上面，然后他就对我，他就把脚打开来，然后那时候200个观众，他就看着我，然后就示意我要我把那个就是一个按摩棒吧，直接拉出来，然后200个人看着我。那天我生日，刚20岁，大概10分钟，然后我就。Birthday sex，已经不知道是那个按摩棒在抖还是然后在就把那抖个拉出来之后，那你有抽插吗？就是没有，他也这样子打到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就。哎，你好客气哦。我们那时候去看那个男生多夸张，狂在插上面的那个，超级快，插上面的那个表演者，哎，那超可怕，超可怕，他插超快，然后超爽，而且不停下来，所以是可以这样做的。是可以。是可以的。或是不可以，他也没办法。再买一张机票，明年生日好不好？那时候是兴奋还是紧张比较多？紧张比较多哦，所以第一次的没性经验做过这种事情，难免啊，第一次难免还在200个人面前3秒就结束。很突破。这也蛮荒谬的啦。对啊，那不知道观众有没有一些性爱史的荒谬故事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听说女同志虽然就是做的时候很舒服，但也比较长久了之后，这个死床的情况会很明显严重这样子。那如果面对这个死床的情况怎么办呢？你们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或故事吗？我觉得死床是很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不同的情境会影响那个欲望。比如说你们刚交往热恋，没有什么压力，没有烦恼，然后跟你们第2个情境是你们就结婚了，有小孩，有猫要照顾，有保险要去处理，要带小孩看医生，你头脑会被很多重心。你的重心，你的 priority 会变 ，priority 对 priority 会变的时候，本来是另一半，现在变好多事情，你就不会把那个放在第一了。啊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情有可原，因为我自己也是。哦，对，我难免这样。像是我，比如说前阵子全明星运动会，或是拍戏的时候，我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，每天都很紧张的，然后很紧张，每天都是很高压的，然后重心就不会在那一件事上面，反而是在要怎么运动，要怎么表现更好，或是背剧本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会
我就会没有想要，我就会一直拒绝他。但他那时候有一天，他就跟我讲，就是大部分都能理解，就是另一半很忙啊，有受伤，就是有时没有气氛啊，都可以理解。他一阵子可以，但是2-3个月后你也是会怀疑自己。对，因为有一阵子我骨折，我就可能2-3个月不能。对，然后做爱吗？你说这2个骨折吗？不是肋骨，影响到呢？肋骨。啊，确实会。我去年一直受伤，有骨折2次，韧带断掉，就是一直持续在受伤，一直都不能做爱。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，可不可以出去花钱这样子？你要讲吗？处理但是那时候我有靠近你，然后就是说沟通啊，沟通那个生气30秒完结，不是沟通，就是我尝试啊，对然后他就温柔的拒绝，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真的觉得太多了，因为这个应该是要说一下，因为我是不舒服，他可能不知道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这么就是做应该要做的事，他打那个同情牌，会很可怜说，其实我也会想要啊。但我觉得常常这个时候，其实不是有没有做爱，是我给他不够多亲密，就是像因为我可能太忙，抱抱亲亲这些都是亲密感，我给他缺少了，对，所以他就，然后我也会自己，就我听完他我就反省了，对，好像真的我应该把一些重心放在他身上多一点。然后我就隔天起床，我就约他啊，就可以了啊。我又有一种被闪到的就感觉。化解了，就会时不时就会问他，会想到他的需求，不一定我想要，但是如果他想要，我也会很开心。照顾对方的感受，对，所以死床的关键就是，如果死床了，那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同情牌，对，温柔的说出来，温柔的说出来，对，就是真的。一直都湿湿的，可不可以填满它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的你话，要多练习。对，先用在你女朋友身上。先好 OK 我会加油的。是老师，谢谢是老师用同情牌，同情牌来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一定会像我爱他，我就舍不得他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真的舍不得。刚死床聊完了嘛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。女同志之间这个约炮的事情好了，对啊，有些人可能真的没伴侣，那也有那方面的需求，像是21年在床上死床的 Joyce， 对，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管道认识，想要去尝试约炮的话，那不知道来宾们有这个约炮的经验吗？我是有约朋友的经验，就是约朋友的经验吗？朋友也可以一起约吗？有这个选项不是，他约他朋友啊，约朋友一起做，对，一起做。约朋友我觉得是蛮正常的，像你跟一个人好相处，就是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，我们好相处啊，那是纯友谊吗？那是友谊吗？是炮友啦。那要怎么？就是那些朋友，你都是去哪里找到他的？你想去找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怕大家有这个需求啊。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女生就是说出来他们的那个需求，他们越来越敢说。就像今天我们也是聊这些话题，对不对？15年前没有人敢讲啊，没错。但是我5年前都不可能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女生也有一个就是有需求啊。对啊，也可以说出来，为什么不行，对不对？那最近这几年前我是在工作，然后我也发现就是在那边也有蛮多人约打炮，真的呀，他们就是专门是你刚刚是在有一次他们在吧台做，然后就是一个人进来就是找他那个女生，然后说只是你刚刚来密我对不对？说对啊，那我们可以现在去吗？还有地方的特色，确实是，然后常常我们把的厕所也就是爆满，容易跌倒。难怪我之前去都上不到厕所那个我以为是拉肚子，没想到没有，以为是拉肚还是我们都看到，看得到吗？有监视器是不是？不是啦，不是啊，就是两个出来啊。你这个店员有去抠一下吗？对啊，你要去抠吗？还是有去抠吗？歪楼。没有，我们有礼貌，我们不会打扰。尊重。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真的成功的约交友软体上面的人出来见面过，好像没有。对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他就是不是约炮的经验，但是我的初吻的故事。好粗啊！对，是关于这个刺青啊。哦，不知道你们看过？有刺青师吗？刺一次都亲下去这样？没有，它就是算是一个纯爱版一夜情，就是我们也没有真的做了什么，但是牵牵小手，然后
亲亲嘴巴这样子。然后拉然后后来鸡，他就种了一个草莓，我就在这边刺了一个青。就是草莓还在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把它刺上去了，所以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。就是我刚好，我就觉得我一直都会想要刺这个字，在这边提醒我要自己爱自己的身体。我觉得 Joyce 把这一集整个变得很清纯，拉回来，这边很纵欲，然后到这边很清纯。对啊，3年后再找我看我变怎样。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刺了一个这个青，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让我感受到这件事情，就觉得说我真的要很爱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也很尊重我这样。他就是刚刚好，我想要预约那个刺青师，然后那个刺青师原本都是要排2、3个月的，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是小的，结果刚好有人取消，我就觉得就是他了，对吧？然后刺青师就跟我讲说，第一次遇到有人真的刺在草莓上面，而且那个草莓还在的时候就刺上去。纯纯的爱，纯纯的爱。真的？那你有为他写一首歌吗？其实也有。可以来一点吗？来一点，不用太长。现在吗？现在吗？哦，还是你可以现场唱一个即兴为性爱约炮写一首歌。哎，我从来没有约炮过，为什么现在要听我说？听我说这些约炮的经验，我真的傻笑都没有做过。嘿，不过就是一个初吻被人夺走，要我把它讲20分钟。哎，就是一个初吻被人家夺走，写100首歌也没用。哎，因为我是纯爱母胎单。今年21岁，台中人，台中人巨蟹座。OK， 好，这么大，谢谢。哇，我们主持人真的很刁难。好，谢谢 Joyce， 谢谢 Joyce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就是各种女的心爱和大家分享。那希望大家今天也有所学习，特别是荒谬故事也有了，然后屎床的分享也给你了。那你真的没对象，然后孤单寂寞觉得冷，约炮也知道去哪里找了。那对，那你喜欢的话，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是不是要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？没错，对嘛，要分享出去。对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看。那我是瓦特，我是阿优，非常感谢今天收看拉里拉扎 Wonderland，也先谢谢我们的来宾，耶，巨阿 K 跟 Joyce。那我们这次拉里拉扎 Wonderland 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就到这边第4集先告一段尾声了。那也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持续追踪拉拉台哦。大家拜拜。今天录完之后，我发现我问题很大。我和我女朋友死床其实已经很久了。你还有人陪你死床啊？谁陪我一起死床？好羡慕你哦！这么说，我好像觉得我好多。那我先拯救我的爱情哈。那谁拯救我的爱情？